大家好，昨天中国移民管理局是正式发出了一个公告，从严限制中国公民的出境活动。讲明白点，你就是严格限制出国了。之前早就有传闻了，说是护照难办，有的可能还是根本办不下来，还有的话是航班减少，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程序上要拖延很久。昨天的话是正式确认。第一，有人反映说，为了疫情防控的压力，所以说才限制。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逻辑上的一个关系，是限制出国啊，跟入境的一个防控压力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这个逻辑应该是很明白的。现在明确的话是严格限制出境，不让出去，所以说跟疫情防控的话，这条理由是不成立的。还有的话，传闻的话是由于各个地方的一个动态清零，造成了社会上一些造成社会上一些精英阶层有移民的打算。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趋势，就移民的一个这个词的一个搜索量是大幅增加，有反映是跟这个移民的移民潮有关系。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了，因为的话，毕竟你人是一个趋利的一个动物，社会性的一个组成结构。这边你风控了，你动态清零，动不动就关那个10天半个月，或者是一两个月。像现在上海可能有的人已经2个月了，一年才12个月，你关人家2个月，等于是像坐牢一样。但是坐牢的话还可能有放风呢，但是疫情的防控的话，直接关在家里。所以说有这一部分人想出国，我觉得这是情有可原的，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。第三的话，我自己个人认为的话，跟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有关。毕竟第一个疫情动态清零的原因，地方经济停摆，然后造成一个公共财政支出增加，但是收入又没有了，所以造成一个地方财政的一个矛盾，收入和支出不匹配了。所以说这边的话，如果你移民了，钱是不是会带出去？虽然说是中国的话是信会每年每个人5万美金，但是想出国的人或者想移民想定居的人有的是办法。中国政府的意愿是不想让这一批人把钱带出国，我觉得有这方面的考虑。第四点的话是，由于现在我刚才讲的中国经济环境，由于现在外部环境美元加息，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内地的一个热钱，也就是投资的钱回流美国了。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15年，国内的各大企业在海外大肆并购。举个最著名的一个例子，万达集团，王思聪的老爸的公司，那个时候由于在全世界各地大量的投资，这些投资都是以美元投资的，他通过搬空中国内地的钱，然后投资到海外，造成了那一段时间将近大半年时间，中国外汇储备缩减到了很快的速度，缩减了1万亿美元。它总共的外汇储备就是3万亿，不包括资产，就是外汇储备3万亿。他们在一年时间，它就减少了1万亿，也就是到了2万亿。那个时候，中国政府看到了危机，所以说马上进行风控，也造成了那个时候很大的新闻是王健林是公司的卖嘛。所以说这一次的情况和15年我觉得有点类似，那一次是大公司，这一次是公民个人自然人。因为大公司已经被中国政府锁死了，你没办法是帮。现在是中国公民的个人不让你出境了，那你钱自然带不出去了。大家觉得是不是？正好也要利用这个钱来抵御今年一个国际金融形势。不管是中国内地的 A 股还是美股，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大跌，因为美国加息，社会上的钱要收进去了，
收进去了，股市上的钱不是没了吗？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道理。所以说，他又把这笔钱留下来，留下来又不能那么赤裸裸的说，你这些钱不能动，所以说只能说通过其他的方式不让你出境。我觉得最基本的，中国政府还是基于国家经济、国家的利益才这么决定的。中国老百姓的钱你不能乱移，要留在这边，这是国家层面的。但是有异曲同工，前一段时间大家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，小米公司在印度赚的钱，然后他想汇出海外，印度政府直接冻结这个账户，说你有参与什么洗钱之类的，还有什么知识产权之类的，就会直接冻结。也印度政府的本意说是，你在印度这边赚的钱不能赤裸裸的流出海外，用也要用在印度。印度政府的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这样子。虽然说他这么操作是太赤裸裸了，但是中国政府昨天出的这份公告，我觉得基本意思或者本质的意思也是这样子。你钱要留在中国，不能走，因为你人走了之后，你也会想尽办法的把钱移走。再一个就是人才啊，因为毕竟有移民的都是一个社会经济，有条件相对有条件的人才会选择移民定居之类的。所以说这部分人也是说社会中金阶层啊，如果你移走了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有负面效应的。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理解。好，谢谢。